小米自2021年推出首款折叠萤幕智慧型手机 Mix Fold 之后，至今已迈入了第4年。从未推出小折叠手机的小米，今年却一改常态推出首款翻盖式小折 Mix Flip。创办人雷军在发表会时解释为什么现在才推出小折机。他提到，其实3年前就有这个计划，但迟迟未推出的原因是市场技术尚未成熟，也让许多消费者认为，小折机是美丽小废物。而这次他们在努力解决消费者认为小折机不足之处之后，正式推出 Mix Flip， 期待这次小折机呢不再只是美丽小废物，而是美丽小可爱哦。到底是小废物还是小可爱？接下来实测分享给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小米 Mix Flip 虽然是小米的首款小折机，但在设计上可说是相当成熟，有着 4.01 寸最大外萤幕，并且采用前所未有的界面设计，让外萤幕更好用。而小折最为人诟病的电力续航Mix Flip 以4780毫安时超大电量颠覆大家的想象，加上优异的拍摄镜头、旗舰的效能，都让人非常的期待。接下来一一分享给大家。Mix Flip 这是最亮眼的特色之一，也就是外萤幕。高达 4.01 寸的外萤幕有着 1392×1208 解析度的 1.5K AMOLED 显示器，460 ppi 的像素密度，3000 nit 峰值亮度，120 Hz 的萤幕更新率，并支援240 Hz 的触控采样率，是目前市面上有着最大外萤幕的小折机。外萤幕除了大以外，能不能使用多种软体才是重点。小米采取的方式很有趣。它把 4.01 寸划分成2个区块，一个设计成 3.5 寸的16:9的显示区，这样的显示区就是一般手机 App 的比例，也就是说，这样与软体的相容度更高。要把 App 加入外萤幕的方式很简单，只要在设定中把外萤幕的功能里面找到外萤幕应用程式即可设定。可新增的软体可说是相当多举凡常用的 YouTube、Chrome、Google Map、Facebook 都可以。画面中虽然只有显示12个图示，但只要往下滑呢，就可以找到更多 App。其中大家应该有发现，连 Line 还有 Messenger 这样的通讯软体都可以。原因是什么？等等再分享给大家。而另外一侧的小区块就是智慧舷窗这个小区块它可以成为通知栏位，还有小工具的视窗，有讯息或是软体通知都可以在这边查看。而常用的小工具像是时钟天气、行程都可以加入。外萤幕也支援上下翻转的功能，所以不管你用 A 型或是 L 型摆放都可以使用。前面提到软体显示区是以16:9的区块为设计，但如果你要输入文字的时候，键盘会不会变得很小？其实小米有考量到这一点。只要在智慧舷窗在下的摆放方式，也就是这样子的摆放方式的时候呢，键盘就会延伸到小区块，让输入区更大。但如果你是反着摆的时候，也就是小区块在右上角的时候，键盘就是以16:9的区域显示，但会变得比较高一些，这样也算是好输入了那为什么 Line 跟 Messenger 这样的通讯软体都可以在外萤幕使用呢？其实 Mix Flip 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设计，在外萤幕的上缘部分呢，有着听筒，在靠近转轴的地方呢，有着麦克风，也就是说，你不用翻开萤幕，也能直接拿起手机讲电话。操作部分也非常简单，它跟内萤幕采用同样相同的全萤幕手势。种种的设计下，基本上一整天不用打开萤幕，也能好好的使用 Mix Flip， 这也让小折机更为实用。对了，还有超可爱的萌宠外萤幕锁定画面，同样也是在设定中的外萤幕功能里就可以选择，可以设定显示样貌以外，当点下萤幕之后，还能切换小动物的动作，是非常可爱有趣的设计。那光是以上这样子，好像就可以称呼 Mix Flip 成美丽小可爱吗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内页萤幕采用 6.86 寸 2912×1224 解析度的 1.5K AMOLED 显示器，同样具备460 ppi 像素密度、3000 nit 峰值亮度、1到120 Hz 的可变萤幕更新率，并支援120 Hz 的触控采样率。而且内外萤幕都有着 P3 广色域，也支援失手触控，在萤幕部分可说是给好给满。折叠手机大家关心的当然是内页的折痕还有耐用度，在开启画面底下，其实有点难察觉折痕
幅度上相当的小，大概只能在特定角度的时候才能发现。那耐用度的部分，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原厂比我们更关心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进行 SGS 送测，官方表示可以保证50万次都完折，不会造成形变哦。机身采用旗舰玻璃背板，还有高强度的6M4的铝合金中框，同样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。对了，在转轴处还印上了徕卡字样啊，代表跟徕卡持续深度合作。而机背的磨砂处理啊，不止降低沾染指纹的机会，更好整理以外，那手感上也更为温润哦。外观规格部分也提供数字给大家参考，重量是192克。展开萤幕后，萤幕侧边这边的厚度是7.8mm， 那下侧这边呢是7.6mm， 折叠时候的厚度是15.99mm， 那展开时候的长宽是167.5乘上74.02mm， 跟其他小折并不会差异太大。小米 Mix Flip 以主镜头还有徕卡浮动长焦为双镜头配置。以一般的使用情况底下，徕卡浮动长焦也就是2倍的人像镜头呢是更为实用的。主镜头采用5000万像素1.55/1寸光影猎人800感光元件，光圈是 f1.7， 还有这个 OIS 光学防手震，还有像素421大感光设计。2倍人像望远则是采用5000万像素2.88/1寸。OV60A 感光元件，光圈是 f2.0， 支援像素4合1大感光设计。特别的是，长焦镜头是以浮动镜头设计，有着9公分的最近对焦距离，也让长焦微距得以实现。Mix Flip 依然与徕卡有紧密合作，具备大师4焦段人像模式，从包纳更广阔风景又相对不失真的23mm 的广角，最经典的35mm 的人像焦段，与人眼视角接近的50mm 焦段，还有让背景压缩凸显人像的75mm 焦段。实拍时候发现，不止光影表现更立体以外，背景虚化也更为自然，在不失人像肤质的细节下进行更好的修饰，每张都非常的有味道。那小折叠机拍照时最大优势就是方便使用主镜头呢来自拍人像，折叠之后啊，无论是手持啊，或是放置桌面、地上啊，都可以啊用手势来去启动快门拍照，自己出门也能方便拍出美照。那拍摄景色部分，除了1倍、2倍、4倍的内建焦段以外，最高可以到20倍。那我经过实测之后啊，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底下，10倍的画质啊，虽然不如内建的焦段优异，但依然算是可以用的程度。不过在光线不足的时候，像是夕阳或是傍晚，要拍出好的作品，建议还是以内建焦段为主。根据实拍的结果啊，无论日拍或夜拍都很有来味，光影的表现让层次感更好，色彩饱和度啊没有刻意强调锐利度的情况底下，画质感受更为自然。另外在逆光的环境底下 ，HDR 的效果表现还不错，没有刻意营造暗部拉亮的效果啊，画面表现更为自然。而在2倍望远的徕卡浮动长焦设计底下，可达最近9公分的对焦距离，对于长焦微距拍摄啊，可说是非常有帮助。也因此啊，更容易啊，在不惊动小动物底下拍摄特写。例如说，我这次就到湿地里面去拍招潮蟹啊，所以就可以更容易的去拍摄到它们的动静哦。当然啊，静态的小物啊，也更容易拍摄到细节。录影部分，主镜头支援最高 8K 24fps， 还有 4K 60fps 的录影。长焦镜头呢，也支援最高 4K 60fps 的录影。即使在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中，也能拍出顺畅明亮的影片。录影功能里面还有一个电影模式大师开拍的功能，这功能可以用高动态对比记录更多明暗细节以外，色彩深度也更足够哦。拍摄动态影片像是舞蹈的时候，对焦也相对稳定，推荐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。小米 Mix Flip 不止在萤幕与拍照部分都是以最高规格打造，在效能跟电池部分当然也是。处理器采用高通 Snapdragon 8 Gen 3处理器，并有着高达3500平方公里的 3D VC 液冷散热系统，并且在凸起部分啊，跟 SoC 的发热区紧密贴合，可以更快带走热能。这次上市的版本是 12GB 的 RAM、512GB 的 ROM 哦，另外还有记忆体扩展功能，最高可以加到8G 的 RAM 哦。以安兔兔 V10.2.9 实测啊，测得180万分，在使用相同处理器的小折叠机中，算是相对优异的表现。这与加入 3D VC 散热系统有着绝对的关系哦。而 Geekbench 6单核分数是2207分，多核是6640分，
整体来说都算是不错的表现。电力部分，这是居然搭载了4780毫安时的超大电量，这是小折叠机中最大电量的一款手机。以 PC Mark 工作 3.0 来测试电力续航从100%到20%啊，居然可以跑到15小时23分钟，这是续航力非常的优异。在充电部分，有着67瓦的充电效率，而且还有着快速智慧电池保护系统。在夜间长时间充电的时候可以智慧调整充电的时间避免电池老化。官方表示，在经过1600次完整电池循环周期之后，还能保持80%的电池容量。这是在天线部分也做了加强，以小米澎湃 T1 晶片还有环绕式低频天线的加强底下，确保通讯更为稳定。整体来说，小米首款小折机 Mix Flip 果然诚意十足。台湾售价部分开出29999的超杀价格，这让这款手机呢在台湾的小折市场有着非常大的竞争力。功能部分解决了以往外萤幕尺寸小、功能少的问题外，甚至让使用者不用打开内萤幕就可以顺利使用一整天。而4780毫安时的超大电量与更多智慧电量控制的设计，让小折机不再只是时尚品，而是实用品。拍照部分一贯的徕卡色调，加上还具有9公分对焦距离的徕卡浮动长焦，无论拍人、拍景、拍微距都信手拈来。如果大家也想体验小折机的方便跟美感，更具实用价值的小米 Mix Flip 绝对是很好的选择。以上就是小米首款小折机小米 Mix Flip 的介绍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